你有没有想过，你手上的 iPad 除了看剧、玩游戏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超级实用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盖泡面。那就是呢，直接把它当成一个电脑或者是游戏主机的主萤幕来使用。没错，不管是 Mac Mini、Switch 2、ROG Ally 或者是 Steam Deck 这些掌机，还是 PS5、Xbox 这些家用主机，甚至连三星的那个 S25 Ultra 手机的 DeX 模式呢，全部都能够把他们的画面呢，就直接投到这个 iPad 上面来用了。那大部分人用这个 iPad 可能只知道就是它能够当做一个 Mac 电脑的一个副萤幕去使用嘛，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台真正的主力萤幕去用的，接上任何你想接的设备都是可以的，甚至呢在某些条件下呢还能够达到 Retina 也就是视网膜等级的超清晰的画质。所以如果你手上刚好有一台 USB-C 的 iPad， 尤其是如果你家里刚好有台 Mac Mini 的朋友呢，那么这一期影片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直接教你3种方法，从最简单、最便宜的、马上就能用的方法，一路讲到最完整、最稳定的专业方案。而且呢，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因为我会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完成设定。那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你的 iPad 呢就直接变身成一台便携式的小萤幕了，再也就不只是那个追剧、打电动或者是盖泡面的神器了。也不会呢再被你放在架子上面去吃灰了。哦，对了，今天介绍的所有的产品呢，全部都不是业配哦，全部都是我自己平常用的。好了，那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直接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第一个用法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就是叫做 UVC 截取卡，也有人叫它视讯截取卡，或者就是视频采集卡。那这个方法的重点呢，就是它是最简单的、最快速的，而且是价格最便宜的。用起来呢，完全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定，不需要连接什么网络，你只需要就是在 iPad 上面呢装一个免费的 APP， 再配合这个截取卡就能够用了。插上去之后，画面马上就能够看到了，非常的直觉。而且支持的设备呢也是最多的，像是 Mac Mini 啊、Switch 2、Steam Deck、ROG Ally、PS5、Xbox、Windows 电脑，甚至是三星的 S25 Ultra 都能够通过 HDMI 线呢，就直接输出画面到你的 iPad 上面了。这种截取卡呢，原本是给直播的游戏实况主用的，所以稳定度呢也是没话说的，价格呢也不算贵。美国这边 Amazon 上面呢$20-30就能买到了。台湾的 PC Home 呢，或者是虾皮上面嘛，也是很常见的，只要几百块台币就能够买到了。不过这个截取卡的它的缺点呢也是不少的，我们就一个一个讲清楚吧。第一呢，它就是没有办法用 iPad 自己的那个键盘和触控板了，你还得在原本的那个主机上面嘛，就接一个蓝牙的键盘跟滑鼠来操作才行。然后 iPad 呢就只能是当做一个萤幕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它的画质呢，最高就只能来到1080p。而且因为就是这个画面比例不同啊，这个 iPad 上下呢会出现2条明显的黑边。第三呢，就是颜色的准确度是不够的。虽然很多的那个就是 APP 吧，是可以手动去调节一些就是亮度啊、对比度和色彩的，但是如果你是做图、修照片或者是剪辑影片的话呢，那这种画质和这个颜色的准确度呢，就表现就真的不太够用了。第四个就是 iPad 自己的麦克风跟镜头呢是没办法用的，因为是视频截取卡嘛，它是一个单向传输的，你没办法直接用 iPad 直接来视讯开会或者是语音通话吧。但是声音呢倒是没问题，你可以直接就是从原本的设备传到 iPad 给它播出来，音质呢其实还算是不错的。如果你用的是 Mac Mini 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个 iPhone 来使用嘛，用那个连续互通的相机那个功能，就直接把你的 iPhone 当做一个无线的摄影机和麦克风，然后画质和音质呢其实还会比一般的那个 USB 的那个摄影机呢要好很多。操作上也是非常简单的，主机你就一条 HDMI 的线嘛，就直接插到这个截取卡上，然后再把这个截取卡上面这个 USB-C 呢插到 iPad 上面就可以了。然后你在 iPad 上面再下载一个叫做 Monicon 的一个小的 APP， 免费的，然后画面呢马上就都出来了。那这边呢，我再给大家提供几个不错的免费的 APP 吧。除了这个 Monicon 之外呢，你还可以试试看叫做 CamX 或者是 Orion 这2个 APP 吧。然后 CamX 呢操作很简单，也能够调整亮度、对比度跟色彩。
然后那个 Orion 呢，就界面比较复古，比较简洁了，然后延迟也是比较低的，大家就可以下载来试试看吧，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就用就好了。最后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供电的问题了，因为是插着这个截取卡嘛，你 iPad 就没有办法同时给它充电了。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妙控键盘的话呢，你就可以从那个键盘的侧边呢，就是一边帮这个 iPad 来补电嘛。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妙控键盘，那我就建议你就直接买一款支持供电的截取卡。就是市面上呢，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了，然后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它上面多了一个充电孔嘛，你就能够一边输出信号，然后一边来充电了。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方案呢是最适合一般人的，就是想快速搞定的人的，然后价格便宜、简单又很方便，你只需要一张截取卡和一个免费的 APP 就可以开始用了。好，前面讲的这个截取卡的方案呢，虽然是最方便最简单的，但是这个显示的效果呢，其实并不是最理想的。平常随便打打游戏什么的，可能还勉强能够用吧。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真的想把这个 iPad 的荧幕呢，当成 Mac Mini 的主力荧幕来用的话呢，那这个画质颜色就完全就不能妥协了嘛。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呢？那这边就要提到 Apple 内建的叫做 Sidecar 的这个功能了。它原本设计的目的就是让这个 iPad 呢作为 Mac 电脑的第二个荧幕来使用。它延迟呢是非常低的，画质呢也很清晰，颜色呢也是很准确的，而且完全不用额外的花钱买硬体或者是买软件嘛。那整体的显示效果呢，几乎跟 MacBook 呢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这个 Sidecar 呢本身是有个限制的，就是它只能作为延伸荧幕或者是镜像荧幕，就是作为第二个荧幕来使用吧，它没办法当做主荧幕来使用。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的 iPad mini 呢，如果本来就没有接荧幕的话呢，那这个 Sidecar 呢就根本就启动不了了。这时候就要用到一个免费开源的软体，叫做 Better Display。简单来说呢，就是用它来建立一个虚拟的荧幕，这样你的这个 Mac Mini 呢就会以为它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主荧幕了嘛，然后呢紧接着再把你的这个 iPad 当成这个虚拟荧幕的镜像荧幕来使用，那这样呢就能够顺利的启动这个 Sidecar 了。那这个方法呢就能够做到完全的无线连接了。你就把你这个 Mac Mini 呢放在你的书桌上不用动，然后你就抱着你的 iPad 在家里走来走去，到处跑，随便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用的。不过这个方法呢也不是完美的。首先呢，这个 iPad 的键盘呢虽然这回能用了，但是键盘上那个触控板呢还是没办法就是当成滑鼠去用，所以呢你还是需要就是再额外准备一个蓝牙的滑鼠吧。再来这个 iPad 上面的喇叭麦克风，还有就是摄影机摄像头通通都没办法用了。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升级成这个 macOS 26之后呢，之前一些就是自动化的启动的脚本呢，现在都没办法用了，就是没办法在每次你的 Mac Mini 开机之后呢，自动的就把这个 iPad 抓过来给它连上，还是得先用一个别的荧幕来启动一下这个 iPad， 连上之后呢，再把原本的那个荧幕给它拔掉。那老实说呢，这个其实就有点麻烦了。我自己呢是真的不会写这个程式了。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有懂这方面的高手呢，你就拜托在下面留言告诉来救救我们大家吧。那这样开机之后呢，只需要按几个快捷键吧，这个 Mac Mini 呢就能够自动的连上这个 iPad 了。那样呢就真的太方便了。不过呢，我倒是也想到一个就是暂时的解决方法吧。假设你真的就没有其他的荧幕可以用了，那你还是可以把前面我们提到那个视频截取卡嘛，然后用它呢先把这个 Mac Mini 的画面呢暂时的在你的 iPad 上面显示出来，然后在你的这个 Mac 系统里面呢下载一个叫做 Better Display 的程序，打开之后呢就新增一个虚拟荧幕，记得要设定成跟你的 iPad 一样的那个比例了，然后再把这个虚拟荧幕呢绑定到你的这个 iPad 上面，然后呢再到这个 Mac Mini 的系统设定里面找到显示器这边，在右下角这边点击那个加号，把你的 iPad 设置成一个镜像输出，设定好了之后呢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把你这个截取卡给它拔掉，这时候呢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高清的显示效果了，然后 iPad 原本的键盘也能够继续用嘛。那如果你手边已经有截取卡了，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下第二个这个方案吧，毕竟免费的高清升级不用白不用嘛。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用一个叫做 Luna Display 的一个专门为这个 iPad 设计的一个小工具，然后就能够让你的这个 iPad 变成真正的主荧幕来使用了。
只要插上这个小小的就是转接头吧 ，iPad 马上就能够变身成 Mac mini 的高画质的主荧幕。它的优点呢，可以说是3种里面就是最完整的吧。画质呢达到了这个 Retina 就是视网膜等级嘛，然后颜色也是很准确的。重点是呢，它可以完整的使用这个 iPad 的键盘跟那个触控板，甚至呢连这个荧幕的触控操作呢都是可以的，还能够用 Apple Pencil。比如你在上网的时候吧，你就用这个2个手指滑动呢，就可以滚动页面嘛，然后2个指头捏合呢，就能够放大和缩小这个网页的画面。那这种就是用触控的方式来控制 macOS 的体验呢，这个感觉还真的是挺神奇的。那这个方案呢，也不是没有缺点了。第一就是它这个 iPad 上面的这个麦克风啊、喇叭呀，还有摄像头啊，也是完全都没办法用的。然后没办法直接用它来视讯或者是语音输入嘛。那这点呢，还是比不上 MacBook 的。第二就是无线连线嘛，就是有时候呢会不太稳定，有时候你感觉还蛮顺的，但是有时候用起来呢，你就觉得这个滑鼠呢就好像卡卡的。但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好解决了，你感觉到卡顿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一条 USB-C 的线吧，然后把这个 Mac mini 和你的这个 iPad 给它直接用线给它连起来，然后画面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流畅了。同时还能够顺便就是帮你这个 iPad 来充电嘛。第3个限制就是这个价格呢，其实有点偏贵了。说实话，美国这边官网的价格是$90吧，然后台湾也是可以买到的，你直接从这个官网下单呢，直接邮到台湾就可以了。但是换算下来呢，也就快要3000台币了嘛。那说真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能够买一台最基本的显示器来用了。好处呢，就是它不是订阅制的，一次性付完呢，然后以后想用多久就用多久。设定过程其实也算是比较简单的。首先你需要就是买到这个红色的小的转接器了，然后插在你的这个 Mac mini 上面，然后在 Mac mini 和 iPad 上面呢，都安装一个名字叫做 Luna Display 的程式。iPad 这边呢，你就直接去那个 App Store 下载就好了。然后 Mac mini 这边呢，你就去官网下载，然后安装好之后呢，就是简单的设定一下，就会自动连线了。那如果你想把这个 iPad 当成这个 Mac mini 的唯一显示器，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只是在第1次设定的时候呢，你还是真的得有一个真的荧幕才行。那如果你家里面确实就没有其他的荧幕，你可以把你家里的电视呢暂时给它用一下，设定一下，或者是用前面我们提到那个视频截取卡的方案呢，也是可以的。只要第1次设定好之后呢，以后每次打开之后呢，就直接就可以用了。这种方案呢，其实是有2种启动方式的。第一种就是一个全自动的登入模式，你只需要就是先把你 Mac mini 设定成一个就是开机后自动登入，然后再把那个 Luna Display 设定成开机后自动打开就好了。那这样你每次这个 Mac mini 就是启动之后吧，都不用输入密码了嘛，然后直接就会连上这个 iPad 了。这样用下来呢，真的就是无缝的对接了。唯一的风险就是你需要关闭苹果的那个磁碟加密功能，也就是档案保险箱了。电脑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开机密码的，所以就不建议在公共的环境下这样去用了。第2种呢就是手动解锁模式了，你就继续保留那个档案保险箱和那个开机密码，只是在每次这个就是 Mac mini 开机之后呢，你算好这个开机的时间，需要一个额外匹配好的蓝牙键盘来盲输入一个密码，因为你看不到，没有任何的荧幕嘛，用猜的来把这个密码给它输入了。解锁之后呢，这个 Luna Display 呢还是可以自动打开嘛，然后打开之后呢，就能够自动的连上这个 iPad 了。虽然麻烦一点了，毕竟就是需要多准备一个键盘嘛，但是这个安全性呢肯定是最高的。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 Luna Display 呢，它除了支援 macOS 之外呢，其实也是支持 Windows PC 的。那如果你想把 iPad 作为一个 Windows 的桌机的主荧幕，或者是呢作为一个 Windows 的笔电的第2荧幕，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可行的。像是那个 Steam Deck 还有就是 ROG Ally 吧，这种掌机呢，因为也能装 Windows 系统嘛，那一样可以用这个 Luna Display 连接 iPad 来用。不过呢，像 Switch 2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游戏主机啊，还有就是安卓系统呢，就没办法用这个 Luna Display 了。最后总结一下吧，这3种方法呢，其实就是各有各的适合的使用者吧。如果你要是就是最便宜、最便捷、最快速的，那肯定就是截取卡了。要画质呢，但是又不想多花钱，那就用那个 Sidecar 加上一个 Better Display， 然后暂时呢借用一下这个截取卡或者其他的荧幕来辅助一下。
等到之后这个 macOS 26有人写出这个新的自动化脚本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其他的显示器来辅助了，然后输入一个快捷键就直接能够连上你的这个 iPad 当荧幕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一个最稳定、最完整的这个主荧幕的体验，想让这个 iPad 当成 Windows 的第二荧幕来使用，这个 Luna Display 呢，肯定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怎么样？看完今天的影片，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 iPad 除了追剧、打游戏、盖泡面之外，又多了一个超级实用的新功能呢？别忘了，我们正在举办的25万订阅的 iPhone 17的抽奖的活动。那详细的说明呢，我还是会放在影片下方那个说明栏当中了。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彼得森，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